日本首相岸田文雄5月访问韩国时，曾与韩国总统尹锡悦达成共识，希望能够尽快重启中日韩三国对话。据日媒报道，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本月与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会晤时，也提议中日韩三国举行高级官员会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日前也积极表态称，中日密不可分，日方希望两国在保持对话的同时，维持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但分析认为，日本全面在外交安保导向美国，包括配合美国在对华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问题上设置障碍，再到配合北约介入亚太事务，日本政府的消极举动仍给中日关系回暖增添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日本共同社23号引述多名外交人士消息，王毅本月14号在出席东盟外长会时，曾与林芳正会晤，并向他提议中国、日本及韩国进行三边高级官员会谈。共同社报道还指出，目前日方已将中国的意向告知韩国，日韩皆同意尽快举行三方对话的重要性。这一提议也意味着自2019年12月后中断至今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对话有望重启。深圳卫视注意到，14号在会见林芳正时，王毅指出，45年前中日双方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双方应以缔约45周年为契机，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中方对双方保持各层级接触、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持开放态度。林芳正则表示，日中在广泛领域合作潜力巨大，日方高度重视同中方加强对话沟通。期待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为契机，为双方高层交往创造条件。此外，7月3号在中日韩三国合作国际论坛上，王毅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盼加强中日韩三国往来，为尽早重启领导人会议、外长会和高官会等机制创造氛围。中日韩合作是东北亚地区唯一的一个政府间的多边合作平台。过去3年半，中日韩合作陷于一个停滞。那么在此期间，我们看到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基本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严重的波折。所以，无论是从双边还是从地区多边的角度来看，重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对于三国关系的之间的改善，对于东北亚局势的稳定，那么对于地区经贸合作以及人文交往，都能发挥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引领的作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近日的表述也显露出积极信号。22号，他公开谈到，中日关系在去年11月领导人会谈后确定了积极势头。此后，日本外相于4月访华，但自此之后，两国间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目前仍在原地踏步。岸田称，中国是日本的邻居，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密不可分。日方希望两国在保持对话的同时，维持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事实上，在举办完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后，岸田文雄曾于6月2次表达访华意愿。日媒还称，作为今年下半年外交政策的重心，岸田政府把目标放在稳定与中国的关系上。日本岸田首相的表态，他本身应该说是客观描述了中日关系的一个现实情况。其实我们还要看到，是在美国政府美国政要接连访华，那么中美关系出现一个回稳改善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发出来的这番表态。我们也要看到，也有理由相信岸田也是担心被中美关系的改善被美国再一次越顶，有这方面的担忧才发出的这番表态。因此岸田的这番表态是不是意味着日本政府对华政策有所回摆、有所改变，我们还需要观察。22号，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在东京同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船越健裕举行新一轮工作磋商。在24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介绍，这次磋商坦诚深入，有交锋也有交集。中方就日方强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阐明了严正立场和坚决反对的态度，敦促日方切勿仓促行事，一意孤行。双方都认为，应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为契机，保持各层级的接触，加强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意继续开展这一机制性的磋商。此前，共同社的报道就指出，日本福岛核处理水入海问题可能成为阻碍中日韩领导人尽早会晤的症结所在。实际上，除此之外，日本多方面的对华政策近年来都出现了严重倒退。
7月23号，日本政府不顾中方和日本国内外业界多次警告，开始对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采取管制措施。此次日本政府追加出口管制的23个品类，均为日本拥有较高技术实力的半导体相关制造装置和零部件。除美国和韩国等42个友好国家及地区外，这些品类向他国出口时，每次都需要获得经济产业大臣许可。此前原则上无需获得许可。东京电子等约10家企业的对华出口预计将受到影响。共同社指出，虽未点名特定国家及地区，但可以看出此举意在针对中国。日本正与力图将中国排除出半导体供应链的美国保持了步调一致。共同社认为，这一举动可能将进一步加剧全球分裂。24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针对这一问题表示，日方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执意出台和实施对华指向性明显的出口管制措施，中方深感遗憾和不满，已经在不同层级向日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中方敦促日方从中日经贸合作的全局和自身长远利益出发，恪守国际经贸规则，不得滥用出口管制措施，避免有关举措干扰两国正常的半导体产业合作。我们将密切关注管制政策的影响，坚决维护自身的利益。那么，岸田政府的这种做法，主要出发点是为了维护日本自身的产业竞争力，来遏制中国的发展。那么，也是配合美国所谓对华脱钩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个做法本身啊，也从根本上暴露了岸田政府现在非常偏执和错误的对华认知，以及它的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对华政策的一个取向。那么，如果日方不能在这一问题上端正他的态度和做法，改变这种错误的做法的话，中日关系恐怕很难取得根本性的一个改善。在军事方面，日本在去年年底通过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份安保政策文件，就公开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在涉台问题上，日本政坛“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论调甚嚣尘上。今年5月，日本驻美大使和岸田文雄先后证实，北约正在讨论在日本开设联络处，但在7月的北约峰会上，这一议题被搁置。对于北约东进亚太消极动向，中国驻日使馆发言人22号指出，北约东进亚太超越联合国宪章允许的集体自卫范畴，违反联合国宪章关于区域安排的规定和发展国际间友好关系的宗旨，给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带来破坏因素。亚太国家不欢迎北约亚太化，亚太地区也不需要亚太版北约。我们注意到近期北约和日本的互动，希望日本汲取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做破坏地区国家间相互信任、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事。环球时报评论认为，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日本政府此前也释放出希望与中方接触信号，但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对华政策出现严重倒退，中日关系在过去几年陷入低谷。日本政客罔顾中日关系本身的发展，照搬美国对华政策，不仅将中日关系变成中美关系，也无视了日本本国的经济利益、安全利益以及其应当在亚洲发挥的作用，导致中日关系来到新的十字路口，令人十分担忧。相关话题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樊小菊。樊女士您好。针对日韩希望尽快重启中日韩3国对话，据日媒报道，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月中在印尼会见日本外相林方正时，也提议了中日韩应举行高级官员会谈。您对此有何分析？中日韩合作主要集中在经贸领域，对于3国各自的国家利益以及地区的和平与繁荣都非常的重要。中日韩和3边合作机制，由于疫情以及日韩关系恶化等原因，出现了迟滞。上一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是在2019年。当前，随着各方疫情管控措施的放松以及日韩关系的改善，中日韩合作重启具备了条件。王毅主任在7月3号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上的致辞中，提出要发出中日韩合作重整行装再出发的明确信号。但是呢，当前中韩关系发展都面临障碍，因此呢，王毅主任也提出了要加强互信、互惠、互联、互助以及和交流互鉴的5点建议。
这5点建议可以说呢，都是针对当前中日韩合作所面临的障碍以及面临的挑战的。中方的这个建议呢，实际上反映出中方通过中日韩合作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希望，以及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的这个的初衷，为克服当前中日中韩双边关系面临的障碍创造条件，以抵消域外国家对于区域合作的干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中日关系现在原地踏步，但中日关系密不可分，希望能在维持对话的同时，保持建设性的稳定关系。您对此如何看呢？中日关系改善的障碍在哪里？从近几年日本外交的变化来看，稳定和发展中日关系呢，并不是日本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但是日本外交背后呢，又处处都反映出它的对华政策，并且呢，日本的对华政策是服务于日本的对美关系以及日本国内政治需求的。从对美来看，岸田政府希望通过强化日美同盟，来安抚、迎合国内的这个对国际安全环境恶化的担忧。因此呢，它的这个对外政策就要服从美国的战略利益。从国际政治来看，从国内政治来看，那么岸田政府呢，要坚持强军扩武，而所谓的中国挑战是日本强军扩武的重要理由。因此，发展和改善中日关系跟日本的这一对内政策取向是矛盾的。可以看出呢，特别是在7·7峰会上，日本政府呢也在利用所谓的中国议题来增强自己的国际地位。当前呢，日美同盟得到了巩固，美日韩关系呢得到了加强，而日本的这个强军扩武呢也实现了重要的突破。7·7峰会的政治红利也基本耗尽，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岸田提出了要着力加强中日关系的这个提法。但是从他这个保持建设性的稳定关系这一目标设定来看，日本方面对于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这个目标呢是不高的，积极性也不高。当前呢，改善中日关系面临很多的障碍，而这些障碍主要来自日本方面，包括这个福岛核电站核污染水的排放，日本炒作渲染所谓中国威胁问题，以及日本追随美国对半导体设备加强出口管制等方面。那么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但是从日本的做法来看呢，他为了这个追随美国的战略利益，不惜牺牲中日双方的经济利益。因此可以看出呢，日本呢，他的这一做法不仅使日本的地位下降，同时呢，也损害中日两国的经济利益，从而给中日关系发展带来更多的障碍。好的，谢谢樊女士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刚刚结束9天8夜的访台行程，大陆高校师生团于24号在北京大学举行了总结座谈会，原汁原味、热气腾腾的分享，让现场听众身临其境，感受到了两岸青年此行后继的友谊。师生团在这次难得的交流之旅当中有哪些特别的收获？来看看深圳卫视驻京记者从座谈会现场发回的报道。我真正的理解了，就是什么叫两岸之间的沟通交流是浑然天成、欲罢不能的。此次大陆高校师生参访团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和湖南大学5所学校，共37人。9天8夜参访行程里，走访台湾政治大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台湾大学、台湾东华大学，与台湾学生座谈交流，并赴新竹、台中、台北、花莲、新北参访，近距离了解宝岛台湾。交流团总领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直言，两岸和平发展的大势，谁也无法阻挡。我们特别希望以此次回访为契机，进一步促进两岸青年的热切交流，推动更多两岸青年心共进、情共浓，架起两岸融合发展的连心桥。那么通过此次回访，我们也进一步感受到两岸同胞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两岸同胞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一致追求，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乒乓球奥运冠军丁宁担任代表团团长，一路引发媒体关注。特别是在台湾政治大学参访期间，丁宁与当地学生进行的乒乓球赛一度成为两岸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
回望这趟旅程，台湾民众对乒乓球的热情以及对他个人的喜爱，让丁宁十分感动。丁宁还现场展示了在机场告别时球迷送他的画册。这份短暂但却深刻的情谊令他十分难忘。也有很多的民众，然后他看到了这个行程，其实他就真的是到现场去等我们。然后可能这些人，我觉得他不一定说是乒乓球爱好者，而是可能是体育的爱好者。然后所以他们会希望说，能够和我们一起拍照啊，然后去聊一聊啊。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能够看到大家对于这种两岸交流，然后体育来促进两岸交流来讲，我觉得它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吧。值得一提的是，师生团访台期间，马英九不仅设欢迎欢送2场晚宴款待大陆师生团，还全程陪同参访、导览讲解，尽显地主之谊。马英九先生跟我说，你回到大陆之后一定要跟他们讲一句话，你一定要告诉他们你在台湾交到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其中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马英九。当时我听到的时候心里就是漾起一股暖流。其实我觉得他不只是马英九先生对我说的话，也象征着台湾同胞对于和大陆增进沟通这样一种就是特别真诚的意愿。浑然天成，欲罢不能，是马英九在访问团抵台首日所说，也成为大陆师生一路都挂在嘴边的话。成功促成此次大陆师生访台，马英九称之为最好的生日礼物，实现了他邀请陆生回访，延续两岸青年交流的愿望。4月份，马英九先生带着台湾同学来大陆来祭祖，那么也到了复旦大学交流。当时呢，我也非常幸运能够作为我们复旦同学的代表，和台湾的同学坐在一块交流。我左右两边都是台湾的同学，一个叫陈康妮，一个叫郭彦杰。特别幸运，也特别就是巧，这次我们和大九学堂的同学去交流的时候，他们2个也在现场，所以我一进入会场，我就锁定他们了。我们聊了蛮多的，然后特别开心，然后包括他们下午也陪着我们去平溪放天灯，我们一块写下了“两岸一家亲”的字眼，也是把我们的共同的美好的愿望一起放飞。事实上，此次交流行程一波三折，不仅前期遭到民进党当局的阻拦，行间也不乏有岛内独派势力恶意抹黑。同学们表示，穿越人为设置的藩篱，与岛内青年面对面交流实属不易，希望能起到示范意义，成为推动两岸交流复成的重要一步。其实在去之前，我们自己也是非常的担心，很担心说去不了。但是后来恰恰能够成行，我觉得也是反映了台湾当地同胞还有民众他们对于我们求和平促发展的这样一种主流的民意，就是我们都是希望去交流的。就像马先生说的，两岸多交流、多沟通，那我们就会和平。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为什么要说两家话？深圳卫视注意到，岛内主流媒体也对此次交流之旅予以积极肯定的评价。台湾联合报在题为“台海寒冬待解，期待两岸青年送暖”的评论文章中指出，两岸民间来往如今被迫打回原形，从头开始令人感慨。而为两岸交流敲开大门的是彼此的00后青年。台湾00后新时代有着不具思想包袱的大陆观，意味着两岸关系新时代或将来临，寄希望于两岸青年世代彼此送暖。台湾时报则对下一阶段两岸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予以期待。评论指，8月的上海双城论坛是一个观察两岸交流恢复程度的指标。过去3年采取视频方式举行的双城论坛，能不能在今年弹出扎实优质的交流内容，颇值得期待。香港中评社称，陆生团离台这一天，正好是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大暑。夏季最后一个节气，万物将日渐脱离夏日生长的模式，进而拉开秋日丰收序幕，期待两岸交流进入新的历史篇章。中国国民党23号举行全代会，正式提名侯友宜参加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让此前的换侯风波告一段落。而韩国瑜与侯友宜罕见合体，不仅打破了两人不和传言，也让国民党内士气高涨。两人高喊反对台独，让两岸和平发展，并誓言团结非绿阵营，下架民进党。侯友宜虽已在5月17号获得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代表参选2024，但需经全代会通过后才是最后确认。赞成的请起立。所有出席者随即起立，以长达5分钟鼓掌的形式表达赞成。
侯友宜致辞时宣称，将为台湾创造更和平、更安定、更繁荣的未来。民进党出政，造成两岸兵凶战危，没有和平，一切努力都会化为乌有。最重要的是，降低两岸冲突，让台湾远离战争。侯友宜致辞结束后，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上台与侯相拥，两人振臂高举。随后，台中市长卢秀燕也加入，主持人大声喊着“秃子、汉子、燕子再次合体了”，重现2018年侯韩卢三人带领国民党在9合1地方选举中大胜的场景，整个全代会的气氛达到最高点。有分析指出，侯友宜与韩国瑜合体，除了递橄榄枝、营造大团结态势外，在两岸立场上也具象征意义。希望两岸能够和平的交流、和平的发展，海峡两岸永远不会有战争。贪污腐败的民进党，这次我们一定要下架民进党。4年前，韩国瑜代表中国国民党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党籍县市长担任联合竞选总部主委，但当时的侯友宜却作弊上官，以市政优先为由拒绝，两人自此结下心结。在韩国瑜失利后，侯友宜与其刻意切割，导致大批韩粉不愿归队。今年侯友宜被征召参选前备受期待，但此后的表现却频频遭质疑，多份民调排名垫底，甚至出现换侯声浪。为此，国民党兵分多路协助侯友宜，在数次斡旋后，终于实现了侯友宜与韩国瑜同台，拉拢深蓝支持，巩固基本盘的意味十足。这当中呢，也算是给足了侯友宜该要的面子，还有里子跟他的所谓的他领导之下，接下来可能可以发挥的影响力嘛。那他也给他最大的支持了哦。然后对于接下来，有认为韩国瑜对侯友宜的民调会有很大帮助。不过，这只能说是一个好的开端，但侯友宜的时间压力还是非常大。换侯声音杂音没了，可是挺侯的动作有没有落实，那又是另外一个看点。先前的多次民调机构所显示，在蓝营的支持者当中，还有1成多是观望的，那有1成多是跑去柯文哲那边的。所以所谓侯友宜民调要拉起来，不就2个嘛？第一个，你让那个还在决定观望的，这个决定观望你要过来支持啊？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团结啦。你先前在观望，可能是因为党内还不和谐，现在党内很和谐啦，那你是不是不用再观望，可以来支持了？你过去观望，可能是因为我的侯友宜的论述还不足，我该提的都提啦，那你是不是也应该可以过来了？那目前来看，就是大概还可以回拢一些，当然就看接下来侯友宜的一些本事。但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会否独立参选仍然存疑。就在国民党全代会举行的当天，郭台铭透过社交媒体发声明，左一句“真实民意永远大于党意”，右一句“虽千万人吾往矣”，并在底下留言投票、老虎、爱心等表情符号，引发外界猜测。由于郭台铭生肖属虎，外界因此解读为票投郭台铭似有独立参选之意。对于郭台铭所说的老虎到底是谁，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笑称是马英九吧。马英九与郭台铭都是1950年出生，生肖也都属虎。朱立伦呼吁大家保持团结，因为共同的目标就是爱台湾。在选战的过程当中，我们碰到过很多的困难，很多的乱流。我们大家也知道要放下自我，小我小一点，大我大一点。如果再让民进党走下去，就是两岸走向战争，所以我们必须要反对台独，共同来团结。对于郭台铭最终是否会独立参选，岛内舆论分析认为，由于其经常不按常理出牌，因此很难判断。他也在试水温啊，也要看这样民调数字里头，还有他在很多的这个见面会里面的反应怎么样啊？所以我们才会一直觉得说，也许郭台铭现在的类参选的动作，恐怕能够持续多久？还是说现在只是在争取各方可能的合作，包括国民党有没有可能释出善意，把他招回来呢？或者是柯文哲现在态度是这样，有没有可能进一步有其他的发展的可能性呢？我觉得郭台铭现在能等的只有这个。
据岛内最新民调显示，若在蓝绿白三足鼎立情况下，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以33.8%支持度居冠，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以及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位列其后。但若郭台铭参选，会使赖清德支持率降低4.8%，柯文哲支持率大幅降低7.2%，侯友宜支持率则降低2.4%，显示出柯文哲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因为他跟国民党已经没有关系了。那郭台铭他的戏份在哪里？不是在于独立参选而已，郭台铭在把自己极大化。所以你看，马上就有一个民调说，郭台铭恐怕会拿到柯文哲的票，对于侯友宜根本没有什么杀伤力。紧接着侯柯配、柯侯配，竟然可以跟赖清德打成平手。如果再加上侯友宜15%拿过来3%，那不就赢赖清德了？观察指出，朱立伦在国民党全代会上喊出要力促成立非绿大联盟，让蓝白合再成焦点。对此，柯文哲认为，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人跟他谈过政策、价值、理念是否相合。他认为这个比较重要，若问题不解决，很难得到民众的支持。还是要价值啊、政策啊、理念的相合的，能够符合，这才有办法合作。这一方面的讨论应该要再多一点。有分析指出，到目前为止，国民党、民众党高层除各自透过媒体喊话外，都没有相关的讨论与接触。除非双方都有共识，不去硬争谁正谁负，而以政党轮替为双方首要目标。如果国民党想要全拿喊出非绿大同盟，在任何的时机点，柯文哲都没有义务要跟你合，更何况柯文哲还有另外一个比较不那么委屈的选项，叫做郭台铭。就连蓝营内部人士也坦言，现阶段蓝白合作空间不大，因为不管是台湾地区领导人或民意代表选举，国民党都很难退让。如果要逼民众党上谈判桌，首要是拉高侯友宜的民调声势。私底下大家有共识在说，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对现在的朱立伦跟现在的国民党来讲，你们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全力把民调拼高嘛，就这件事吗？让你整个党内团结支持度回流，把民调拼高，你才有话语权嘛。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中国国民党全代会正式提名侯友宜代表国民党参选下届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您是如何看？我认为中国国民党的这次全代会还是在关键性的时候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它至少解决了3个迫在眉睫的危机。第一个是解决了国民党内近来蠢蠢欲动的换侯危机，在侯友宜民调跌落到第3，甚至是比第2名的柯文哲还要落后10个点左右的情况下，党内的确是出现了换侯的声音。这种声音啊，虽然不是主流，但是却此起彼伏，非常打击侯友宜的选情与国民党的士气。而这次全代会算是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一个一锤定音的决定。第二个是压住了党内挺郭人士要求侯下郭上而导致的分裂危机。虽然这一危机的解决是以党内的挺郭人士集体缺席会议来实现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它至少暂时压制住了党内挺郭派的杂音。第3个是解决了侯友宜与韩国瑜之间的心结与复性危机。近来国民党内的不和主要就体现在侯友宜和韩国瑜2个人的心结上，而在我看来，侯友宜与韩国瑜是否冰释前嫌非常重要，因为韩国瑜不仅在党内拥有大量的粉丝，而且还是党内深蓝势力的代表，因此韩国瑜跟侯友宜昨天在国民党全代会上的这样一个拥抱，至少意味着国民党已经在表面上解决了党内的分裂危机。那为什么韩国瑜与侯友宜的和好只是解决了国民党内表面上的分裂危机呢？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玄机？我认为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有2个。第一个是国民党的全代会本来就是一场一众政治大佬表演党内团结的政治秀，然后我们看到2位国民党的前主席，同时也是在党内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佬连战和吴敦义并没有出席。另外，前主席洪秀柱虽然最终被动员出席，但却借故提前离开了。跟韩国瑜一样，这3位政治大佬也都是党内深蓝势力的代表。那么第二，根据会后的即时民调，侯友宜的支持率并没有因为全代会的召开，尤其是没有因为韩国瑜与侯友宜的相互拥抱
而出现大反弹，仍然维持在20%以下。这个也就意味着，政治色彩偏向深蓝的国民党党员与岛内的深蓝民众，并没有因为韩国瑜与侯友宜的握手言和而跟着倒向侯友宜。我认为这背后的症结仍然是卡在部分深蓝的国民党党员与民众不满意侯友宜的两岸政策与路线上。在昨天的全代会上，侯友宜兜兜转转提到了1992年的香港会谈、汪辜会谈，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的和平之旅，2015年的洗马会，但是就是没有说出九二共识4个字。这显然是想在政治上寻求某种微妙的平衡，但是深蓝民众对此似乎并不买账。那对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昨天的全代会上提出的建立一个和平、安定、正义的执政大联盟一事，你又是如何看？确实，在昨天的全代会上，国民党至少在表面上促成了党内主要政治大佬的团结。那么接下来，国民党要下的就是另外2步棋，一个是促成泛蓝大团结，泛蓝大团结主要就是团结郭台铭；二是要促进非绿大团结，主要是联合代表白色势力的民众党的柯文哲。然而在昨天的全代会上，朱立伦将泛蓝的团结问题轻轻带过，重点强调这是要力促非绿团结，形成执政大联盟。这很有可能就意味着，接下来国民党虽然会小心翼翼地避免得罪郭台铭，但也不会太把郭台铭当一回事儿，而是会绕过郭台铭，直接促成国民党与民众党、侯友宜与柯文哲的合作。这个背后的原因呢有3个，一个是在跟赖清德、柯文哲与侯友宜的对比民调中，郭台铭的支持率已经排到了最后一位，而且只剩下个位数，跟郭台铭形成侯郭配，对侯友宜的胜选帮助不大。而柯文哲的民调则是持续领先于侯友宜，侯柯合作可以形成强强联手的效应。第二个，这是因为郭台铭近来屡屡威胁国民党与侯友宜说要独自参选，已经让国民党内的上上下下产生了反感情绪。3是因为最近柯文哲也表达了不愿意跟郭台铭合作的态度，那么这也就意味着郭台铭已经是翻不起什么大浪来。当然还是那句老话，国民党与侯友宜要想整合民众党与柯文哲，还是要先把侯友宜的民调给吹上去，否则压根就没有跟柯文哲谈判的本钱。面对朱立伦提出的共同建立执政大联盟呼吁，柯文哲表示，双方的合作不是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只有在价值、政策、理念上相合，才能够合作。您对此又是如何看？我认为民众党与国民党、柯文哲与侯友宜之间的合作最大的障碍，恰恰就在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的分配上，包括柯文哲与侯友宜之间谁配谁的问题，以及国民党与民众党民意代表席次分配的问题，这才是真正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因此，柯文哲的这个说法显然是在故作清高，是在把自己吊起来卖。柯文哲这样做，不仅可以在跟国民党的合作谈判中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而且可以以静制动，等着国民党来开价。同时，柯文哲这样做还可以避免得罪泛蓝支持者，因为他的支持率主要是由泛蓝支持者来贡献的。好的，谢谢刘。欢迎回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4号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27号到28号出席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为来华出席开幕式并访问的外国领导人举行欢迎宴会和相关双边活动。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将于7月28号到8月8号在成都举办，这也将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来中国举办的又一国际体育盛事。据外交部发布，来华出席此次大运会开幕式并访问的外国领导人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佐科、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加兹瓦尼、布隆迪共和国总统恩达伊施米耶、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统阿里、格鲁吉亚总理加里巴什维利和斐济共和国总理兰布卡。其中，印尼总统佐科曾于去年访华，也是北京冬奥会后首位访华的外国元首。
27号至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赴成都出席此次大运会开幕式，并与上述外国领导人开展相关双边活动。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彰显了中国外交的全球视野。这6位外国领导人呢，来自世界各大区域，可以说呢，代表了各大区域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这也充分体现出中国外交当前这样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那就是无论这个国家处于世界上什么区域，无论国家是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只要愿意呢和中国进行友好的合作往来，都是中国外交尊贵的客人。近年来，体育赛事成为开展元首外交的重要舞台，体育元素也已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亮点。2022年2月举行的北京冬奥会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共会见了15位外国领导人及国际组织负责人，并为30多名来华出席冬奥会开幕式的外国政要举办了欢迎宴会。中国还分别与6国发表了联合声明，涵盖抗疫合作、可持续发展、能源安全等重点议题。事实证明，北京冬奥会最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和认可。完美的开幕式表演和运动员们在赛事中展示出的拼搏精神，为当时新冠疫情阴霾笼罩下的世界点燃了一束希望的亮光。分析认为，作为疫情结束后中国举办的首场国际体育盛事，此次成都大运会将有力配合中国特色外交大局，利用体育赛事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向世界展示友好、开放、包容、自信的大国风范。自1896年现代奥运会开启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呢，国际体育赛事越来越多的被赋予追求和平的含义。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体育外交首先呢，它就彰显了这样一种求和平、促发展的全世界的普世理念。当前呢，大国关系其实呢是非常复杂的。像大运会呢，其实呢也是各国之间增加沟通、加强合作的一个很好的平台。中国领导人呢，利用大运会这样的平台来会见来访的外国领导人，也充分体现出中方呢其实愿意充分凸显像大运会这样的体育外交平台为国际合作、为全人类共同福祉进行努力。原定于2021年举行的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曾因疫情2次延期。这是继2001年北京大运会、2011年深圳大运会之后，中国大陆第3次举办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也是中国西部第1次举办世界性综合运动会。据成都大运会官方网站发布，这次赛事共设篮球、排球、田径、游泳等18个大项，将产生269枚金牌。首枚金牌将在29号及开幕式后首个比赛日的武术项目中产生。成都大运会开幕在即，各个国家及地区代表团已陆续抵蓉。22号上午，位于成都大学的成都大运会运动员村正式开村。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的13个项目代表队共300余人已顺利入驻。据报道，此次大运会中国代表团可谓是新人挑大梁，411名运动员平均年龄22.9岁，其中387人是首次参加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23号中午，109名中国台北代表队成员也抵达成都。乘坐同一机抵达的还有来自中国澳门、塞尔维亚和韩国的运动员。据悉，中国台北代表队此次将参加篮球、武术、跆拳道等16个项目的比赛。连日来，各国运动员以及体育官员高度评价本次大运会的筹备工作。他们表示，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不仅是全球青年的体育盛会，更是不同国家、地区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他们对此次成都大运会之旅充满期待。首先呢，在疫情之后结束的第1年里中国呢就开始举办了大运会这样的重要赛事，充分体现出了中国经济已经从疫情的负面影响当中逐渐的走出来了。通过大运会这样的重大国际体育赛事，也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人民对外开放、对外呢欢迎各国来宾的这样一种积极姿态，也让各国运动员呢更多的亲身体验到中国独特的文化魅力，以及呢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这些呢可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为期4天的中俄北部联合2023演习，23号下午在位于日本海中部海域的指挥舰齐齐哈尔舰上举行了闭幕式，标志着这场以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为主题的演习圆满落下帷幕。我宣布，北部联合2023演习圆满结束。北部联合2023演习是中俄
共同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重大实战行动，又是两军深化海空一体联合作战的重要实践活动，对提高两国两军战略合作水平、维护东北亚地区稳定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演习副指挥员俄方海军少将卡扎科夫在闭幕式上表示，演习强化了中俄应对海空军事威胁的能力，相信俄中两国海军一定能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此次日本海海域的演习中，双方官兵展示了高度的战斗素养和海战技能。演习中也体现了双方默契配合和协同一致。我在此也向中方指挥员以及中方所有参演官兵表示感谢。在连续4天高强度的联合军事演习中，中俄双方海空兵力联合筹划、联合指挥、联合行动，先后进行了海空护航、威慑驱离、锚地防御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有效锤炼检验了远海远域实战能力，在联演组织形式、兵力融合模式等方面取得了创新突破，实现了预期目标。威慑驱离科目中，蓝方运用空中、水面及水下兵力对中俄护航编队进行滋扰挑衅。中俄红方兵力采取交替指挥的方式，先后完成处置不明空情识别、查证电磁静默水面目标，通过潜艇威胁区等内容的演练。此次演练，我们设置了海空潜多种威胁同时出现的典型作战场景，中俄海空兵力密切协同配合，以最快速度引导在空巡逻战斗机、舰载反潜直升机和水面舰艇就近就变实施高效应对，实现了演练的预期效果。外界注意到，此次演习科目主要是以反潜作战为主，同时兼顾与敌方大型水面舰艇展开夺取制海权的较量。中俄双方共派出10余艘舰艇和30余架飞机，但出动的装备有不同的重点。中方罕见派出2驱2护一补编队，以052D 驱逐舰、054A 护卫舰为主，俄方则以大型反潜舰为主。像这几艘舰艇呢，能够执行防空，还有呢反舰和反潜作战任务啊。这样一来的话呢，在海上呢执行任务的多样化的能力就非常之强嘛。像2艘052D 驱逐舰，在进行区域防空方面是非常强大的，可以呢为联合编队呢提供有力的区域掩护。观察指出，此次联演在既有的合作框架内，中俄双方进行了实战化意义较强的联合护航作战，展现出两军快速拟定作战方案并迅速执行的作战能力，以及在一些基本科目上较好的合作态势和战略协作水平。但是呢，应该说之前，比如说我个人预计的，可能联合进行一些防空反舰导弹的试射啊这样的这个科目，好像是没有进行，主要还是以这个主副炮展开对海和对空的这个攻击为主。这也表明了这个中俄双方应该说一方面啊愿意就是说通过这个演习增进两军的这个关系和理解，但另一方面也严格的控制这个演习的规模。国际舆论则高度关注演习地点位于日本海中部，且由中方主导。而实际上，这并非是中俄第一次在日本海进行军事战略协同。日本海是战略通道高度集中的国际水域，宗谷海峡、对马海峡和津轻海峡都事关中俄两国的战略安全。中方将演习场域选在这里，体现了中俄两国共同的核心安全关切，以及在突发紧急事态下维护国际战略通道安全的信心与决心。日本海呢，对于中俄来说呢，都是非常关键的。在其他的海域，如果是进行联合演习的话，那只是呢重视一方的这种能力。比如说在东海或者南海的话，那显然呢，更多的还是维护呢中方周边的海上战略安全和战略通道。中俄联演也挑动了日方的敏感神经。日本海上自卫队全程进行紧盯。日本海上幕僚长酒井良将中俄联演渲染成两国针对日本炫耀军力的示威行动。日经新闻的报道称，美日韩近期动作频频，不仅上周在日本海国际水域进行了联合导弹防御演习，还定于下月举行峰会，安全合作被列为主要议程。显而易见，针对紧靠美国主导印太战略的日本，中俄演习具有一定针对性。
时事评论员施洋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就在中俄联演1周前，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召开峰会，将俄罗斯定义为北约安全的最大和最直接的威胁，妄称中国表现出的野心和胁迫性政策对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构成挑战，并宣称中俄合作与北约的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这次北约峰会不仅让亚太北约化的战略目标昭然若揭，也让美国促推阵营对抗的意图暴露无遗。所以此次中俄联演也释放了清晰信号。这个俄罗斯仍然有一定的这个作战力量和这个武装部队保持着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战备状态。因此呢，在这个方向上，不能说是警告吧，但是至少让美国采取相关的一些行动的时候，可能会有所顾忌。另据俄罗斯消息报24号披露，为威慑美国及其在远东地区的盟友，俄罗斯国防部正考虑在该地区部署一个图160战略轰炸机航空团。一个图160航空团部署在远东，那将使得俄罗斯对于美日的核威慑能力、常规威慑能力都将得到了大幅的提升了。图160战略轰炸机，它航程远，而且载弹量特别大，又是呢核常见备型的。所以呢，它部署在远东地区的话，可以呢把整个日本的领土完全的覆盖在内，完全可以对日本进行全面打击。在日本本土，再加上呢琉球群岛呢都有美军大量的基地，这样一来的话，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也完全的在图160的打击范围之内。